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中國內幕節目，我是宇彤。美國印太司令帕帕羅上將在提交給國會的一份內部秘密報告中，針對打擊中共軍艦，計劃採購一種大殺器快速沉艦系統。這種大殺器威力驚人，能直接把中共的軍艦炸到飛起。你中共不是吹什麼造軍艦像下餃子嗎？好，下餃子就是為了吃的。咱們看看你下餃子快還是吃餃子快？咱們今天就來聊聊這份秘密報告，看看美軍給中共準備了什麼大餐。咱們先這麼說，中共要想通過武力拿下台灣，估計還是沒戲。好，下面咱們先來聊聊這個能把中共軍艦炸到飛起的美軍寶貝。美軍的這個快速沉艦系統是一種先進炸彈制導系統，瞄準中共軍艦的要害龍骨，一旦被擊中，能把中共軍艦炸得飛起來，龍骨直接折斷，當場沒救。為什麼叫快速沉艦系統呢？就這麼厲害。很多朋友還記得，今年3月份在斯里蘭卡外海，美軍潛艇對付伊朗德納號巡防艦，就是這個辦法。美軍當時用的是 MK48 魚雷，這個是 MK48 魚雷有個外號，就叫龍骨殺手。伊朗這個巡防艦挨揍前一點都沒有察覺，他當時剛參加完聯合軍演，正樂顛顛地往回走呢，覺得自己7個不服8個不忿120個不含糊，艦上的180個人根本就沒有任何察覺。這個時候，美軍的一顆 MK48 魚雷悄無聲息地鑽到他的軍艦下方，瞬間給他炸得飛了起來，當場完蛋。美軍採購的這個快速沉艦系統就是要達到這個效果。它的導引頭將使空投炸彈具備和魚雷一樣的打擊能力，用在水線以下爆炸，折斷敵人軍艦龍骨的方式擊沉艦船，而且明確就是為了給中共軍艦準備的。那麼這份報告既然是不對外公開的一份秘密報告，又怎麼流出來的呢？大家還記得嗎？就是那位著名的資深記者比爾·格茨，就是那位說，要是中共膽敢對台灣發動軍事襲擊，那麼蘇萊曼尼式的無人機斬首行動就可能在北京重演，目標是包括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內的政治局常委。美軍的這份報告就是這位比爾·格茨最近在《華盛頓時報》上發表的。那麼他怎麼能拿到這份秘密報告呢？前美國國防部官員胡振東此前曾經對台灣媒體證實說，有時候美國國防部的一些東西會讓比爾·格茨來講。他說，格茨很有經驗，因為我們給他消息，我們會跟他說，你在幾點幾點以前不要講，他會就等到那以後再講。然後因為我們有些東西要按順序來，什麼消息什麼時候出去，所以他一直是很好的朋友。所以美軍的這份報告等於是在警告中共，你們的餃子準備好了嗎？我一口一個，吃餃子大賽要開始了。當然，這份報告裡不光是談到了這個快速沉船系統，美國印太司令部還正在申請180億美元，用在太空方面構建美軍更強的軍事行動和反應能力，以應對中共威脅。據說這是美國政府最機密的項目之一，需要極高等級的安全保護，不准敵對國家了解它的具體內容。所以報告裡僅僅是把這些太空武器描述為特殊太空活動。這個美軍的最高機密能達到什麼效果呢？帕帕羅海軍上將說，這項反制敵方指揮控制體系的建設將使印太地區美軍保持決策優勢。在這份評估報告裡，包含武器採購計劃的詳細內容，其中很多還處在保密狀態，或者是正在研發，或者是最近才剛剛披露。其中包括先進的電子戰工具和高超音速導彈。帕帕羅上將在報告中要求國會批准的。
包括674億美元用於新型導彈，180億美元用於對抗中共軍事控制系統，150億美元用於天基導彈預警系統和戰場監視感測器，以及23億美元用於海上、水下和地面無人機武器。那麼為什麼美軍印太司令部要提出這些要求呢？咱們看看最近的中共軍報就能了解，美軍就是針對中共來的，因為中共叫囂動武的聲音並沒有隨着軍隊裡的大清洗而停止。讓我們來簡單看看中共解放軍報上最近的幾個標題，例如6月16日的鍛造打仗型國防動員體系，說是國防，那只是一個幌子，其實就是全面備戰，為攻打台灣做準備。裡面說將社會各領域由平時狀態迅速轉入戰時軌道，中共是這麼說的，也是這麼幹的。這方面的報道已經很多，在這裡我們就不進行贅述。除了這一篇，6月18日還有一篇，標題是做好演訓復盤，絕不帶着問題上戰場。裡面上來就說，近年來全軍各級組織的軍事演訓頻度越來越高，強度越來越大。另外，在中共的“1555”規劃綱要裡，還公開提出要推進所謂新域新制作戰力量規模化、實戰化、體系化發展。中共還天天批這個軍國主義，罵那個戰爭販子。真正軍國主義和戰爭販子的就是他自己。所以美國的這份221頁的報告裡，帕帕羅上將嚴肅地說，印太地區的安全環境正變得更加危險，其特點是對抗和危機風險不斷上升。這份報告概述了該地區需要什麼武器、什麼新的通信和偵察系統，以及訓練項目以及軍事基礎設施。報告指出，中共軍隊正在進行全面的歷史性擴張，涵蓋所有軍兵種力量，並正圍繞2項主要任務進行訓練。首先是計劃吞併台灣，第二是準備對抗美國及其盟友的防禦能力。帕帕羅上將表示，中共軍隊已被要求在2027年前做好對這個實行民主治理的島嶼採取軍事行動的準備。他的表態呼應了美國軍方領導人此前的警告，即未來發生攻擊台灣行動的風險正在上升。除了上述武器裝備，帕帕羅上將申請了9.09億美元用於建設關島防禦系統。關島是美國位於西太平洋的一座島嶼，也是美國目前的重要軍事樞紐。關島目前正在建設一個大型綜合防空和導彈防禦系統，五角大樓計劃在關島部署進攻性導彈。美軍的這些同樣是針對中共而來，因為中共喉舌曾公開宣稱，共軍的東風26中程導彈能夠打擊關島，還將其自稱為關島殺手和關島快遞。所以美軍的這個關島防禦系統就是要具備應對中共彈道導彈、高超音速導彈和巡航導彈的能力。不僅要防，美軍也一定要進攻。帕帕羅上將表示，這一防禦系統還將為未來的進攻能力提供基礎。但是報告裡對這些重要的細節沒有說。比爾·格茨在文章裡分析說，根據美國陸軍現有項目，潛在的部署候選武器可能包括：第一，是美國陸軍的低風中程打擊系統，它能發射射程約1200英里的戰斧對陸攻擊巡航導彈。另外就是美國陸軍暗鷹遠程高超音速武器，射程可達1700英里。美軍還給中共準備了一個量大管飽的方案，這是一種名叫黑鬍子的低成本高超音速導彈。黑鬍子的優勢在於它的成本很低，但是卻能實現先進高超音速作戰能力的 80%。 那您想想，成本又低，威力又大，真要動起手來，美軍的就給中共來個量大管飽。報告裡說，黑鬍子和其他高超音速導彈將壓垮對手的綜合防空系統，制造目標選擇困境，
並提升聯合作戰部隊的作戰效能。除此之外，帕帕羅上將還在報告中指出，中共的戰略並不僅限於軍事力量威脅，還包括灰色地帶活動，也就是以法律戰、經濟脅迫和信息對地區盟友和夥伴施加重大壓力。但是美軍的目的就是要投入資源，一個是保衛美國本土，同時挫敗中共錯誤戰略。帕帕羅上將在報告中表示，他為2027財年申請的總額1220億美元，這是最低限度，目的就是能威懾中共就先進行威懾，如果威懾不能嚇阻中共，那麼就堅決地在衝突中獲勝。這1220億美元就是拿來幹這個的。帕帕羅上將在最近的參議院聽證會上，一一列舉了美軍最先需要的武器。排名第一的就是這個 MK-48 先進重型魚雷，就是這個把伊朗戰艦炸上天的大殺器。除了這個寶貝，帕帕羅上將還要一系列的聯合空對地防區外導彈增程型、遠程反艦導彈、海上打擊型戰斧巡航導彈、精確打擊導彈、標準3導彈和標準6導彈。為了對付中共對台灣的威脅，美國印太司令部還打算花費5.31億美元，用於一種名為快速打擊的新型高科技水雷。這是一系列由飛機布設的，用於攻擊水面和水下目標的潛水水雷。不光是這一種水雷，預算項目裡還有另外的一種，名字叫做秘密投放水雷。這種水雷是由艦艇、潛艇或無人機布設的。這有什麼好處呢？它能讓美軍秘密地在關鍵區域布設雷區，同時搭配新型的錘頭智慧型水雷，以補強空中布雷能力。這個錘頭是一種固定在海床上的裝置，它配備先進的遙控系統和感測器。當它偵測到威脅、發現目標後，就會發射一枚 MK-54 輕型魚雷進行攻擊，摧毀對方的艦艇和潛艇。報告裡說，水雷在應對水下威脅、加強海上防禦、威懾侵略者以及維持關鍵水道戰略控制方面發揮着關鍵作用。很明顯，這些水雷就是為中共準備的。一旦中共對台灣動武，這些海底的小家伙們將發揮關鍵的作用。好，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，歡迎您訂閱這個頻道。我們的節目每周一和周五固定播出。如果您喜歡這個節目，請幫我們點個讚。以上是今天的中國內幕節目，感謝您的收看，讓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